Turn on subtitles,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好，欢迎回到频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讲 Notepack 背包。然后呢，这一个背包我用了大概1年半左右，然后我就来聊聊我们1年半的心得。它呢是我在集资网站上买的，然后它后来集资完之后呢，也是有在他们的官网变成就是正式的商品，售价呢是台币大概6000多块，然后美金是219美金，所以依照现在台币升值，所以你们可以自行换算一下，大约就是6000多块钱的这个价位。然后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个背包的，因为它的大小容量非常的刚好，它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是25公升，然后它可以再扩展，就是它可以再往前扩展一段出来，然后可以变成35公升，所以整个大小而言，不管你是平常你要日出使用外出使用啊，或者是你要出国，其实我都觉得蛮适合当你的登机包，或者是你的日常用包，甚至是你像是我之前比较常出差的时候，你2天1夜甚至3天2夜的行李放在这里面，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背包。首先呢，我们先来快速过一下它的就是各个特点。第一个，它刚刚讲了，它是一个可以扩展的包包，所以就跟你扩展行李箱一样，是可以扩充它的容量的。然后再来就是它是全开式的设计，也就是它像一般的行李箱的开法一样，就是它除了你可以像是一般的背包这样子把上面打开拿东西之外，它的打开方法是这样子，然后横向这样打开的，所以它的开启方式比较特别一点。再来呢，它有一个很酷的前袋，就是这个。它的前袋也是可以完全展开的，所以它是一个直立式的前袋开启的方法。然后它还有2个隔层。再来呢，它的内部的隔层有总共分成3个，就刚刚讲到这一个前袋是一个快速取物的前袋之外呢，它这边还有2个是打开来，这里就是它的主隔层。然后呢，在后面这边还有一个3C 隔层，这样。所以它的隔层是非常多，然后里面原本就是包包内附的那些分类方法，其实就是小袋子啊什么的都蛮多的，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一一介绍。然后它还有一个是隐藏式的口袋，也蛮多的，像是这边有一个你可以放你的护照啊、钱包啊，在这边有没有？然后在前面这个快取仓这边也有2个隐藏式的小口袋，所以它的隐藏的东西其实是隐藏的口袋是蛮多的。然后它的笔电层这边呢，这里有个笔电层，对，然后可以放15.6寸的笔电在里面，所以可以放的笔电大小是还蛮大的。然后我自己实测就是14寸的 MacBook 那些放进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就是它后面呢有这个行李箱的拉带，所以你是可以把它就是插在行李箱上面，然后跟着你的行李箱一起在机场里面拖的。再来它有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它除了这个后背包的模式之外，它是有3种不同的变形的，这也是我当初会买这个包包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整体的可使用的场景是比一般的包包多很多的。那等一下我们到后面再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3种变形是哪个。一个是这个后背包的模式嘛，然后它这边可以把2个肩带收起来，这边可以变成一个手提包的模式。然后呢，还有就是它这边2个扣环扣上之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斜背包的模式，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介绍。再来它的所有的拉链，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所有的拉链呢，全部都是 YKK 的防水拉链，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这里应该比较难看，所以这边是 YKK 的嘛，然后它这边都是有防水隔层，所以你在一般的小雨啊，甚至稍微会淋湿的状况下，上面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有防水隔层，所以水是不会从拉链的地方进去。然后布料的部分呢，其实都有做防泼水的处理，所以不管你是遇到小雨，或是有什么你可能去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都不用担心水汽会跑到这个包包里面。所以整体大概是它的一些特点，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包包，以及我使用1年多以来，到底觉得哪一些地方很不错，哪些地方是还可以再改进的。毕竟它是一个集资生产的包包嘛，所以虽然我还蛮喜欢它的，但是它其实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做更好，然后以及它有什么不足之处。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吧。首先呢，先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一款包它是有单独附赠防雨罩的，就是这里你可以看到，
一样是 No Pack 的防雨罩。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很大的下雨天啊什么的话，你是可以再套这个在外面的，就是你可以套一个完全防水的类似雨衣的材质的防水布在外面，那这个包包就会变成完全防水，就跟你在登山包上面看到的设计一样，就这样套起来，它就完全防水了。但平常你如果只是遇到城市下雨啊，或是背包的雨伞的水滴到上面，其实你不套也没差，因为它自己刚刚本身我就讲了嘛，它就有防水拉链，加上它自己本身的外部又是用蛮好的防水布料，所以不用套的话，你也可以防一些小雨。那它这个防水套主要是给那种你可能要长时间在雨天行走，或者是譬如说你去走什么朝圣之路之类的，有没有？然后你可能你人是穿着雨衣，然后背包就套一个雨套，然后你这样背着背包可以比较好行动。那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可能就是要把这个雨套套上。那像我的话，平常我连雨套我都是不带的，因为它本身的防水能力就还蛮好的。对，再来呢，它除了这个雨套之外，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我刚刚讲它可以变成一个侧背包嘛，但是它侧背包是没有附赠背带的，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变侧背包的话，你可能要自己准备一条背带。像我这边准备的是之前我有一个 ASUS 的包包。哦，不是 ASUS， 是 ROG 的包包，然后它有这个小扣环，然后等一下我可以示范一下，可以把它扣起来。所以配件上面的话，雨罩它也有给你，那背带的话你就要另购。然后它原厂其实有卖背带，它的背带是跟它一个斜背包一起卖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它原厂的背带的话，你就要买那个斜背包。那个斜背包的背带拆下来，你就可以用在这一个后背包上面，然后它的那个斜背包你可以塞在里面，就当成一个整理行李用的一个小包这样子。好，首先呢，我们就来讲外层。刚刚讲了嘛，那它的外层是使用防水材质，然后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用800D 的布料，所以它在耐磨性上面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包都是800D，然后它在底下的部分，我记得是没有特别去做就是加强，像是有一些背包它可能会在底部或是比较容易摩擦的面，它可能会把它从800D 升级到1600D，会让它变得更耐磨。当然，你的那个耐磨性越好，那布料越厚实的话，你的整个包包就会越重。所以它目前是没有这个设计，它就是整颗都是800D 的布料。然后再来，它在背包的后面，它是一个黑色的泡泡嘛，所以它的这一个字样是会反光的，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这里算是一个小小的反光标示。那至少你可以在晚上如果有车照到你的时候，可以稍微好看那么一点点，但是也是很不明显啦。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你可能还要自己再挂一个。不管是小手电筒啊，或者是一个反光片，然后要挂在哪呢？它在这边这两个皱褶的部分有没有？就是它的包包这样子，对，就有两个皱褶嘛。这个皱褶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得到，底下它是有一个挂环的，所以你可以挂你的娃包。其实这边是有一个挂环在这，然后下面这个翻起来，它也有一个挂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孔。它原本设计是给你耳机穿过来的啦，就是你可以把耳机的。它应该是什么 MP3 时代吧，就是你可以把主机放在里面，然后耳机线就是穿过这一个洞，然后让它拉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在外面听。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用到这个需求，其实你可以拿来穿你的行动电源的那个电源线，那从那边穿出来也是行。但是它这边就是反正有留一个孔给你用啦，然后这边一样有第二个挂环，所以它总共在背包的正面的这个地方啊。它有2个挂环，然后一个反光标示，然后以及刚刚我讲的这个快取的拉链嘛。然后在下面这边，就是背包的尾部的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啾啾，就是有2种作用啦。第一个是你拉这个拉链的时候，就如果你是要背包像这样横向的时候，你拉过来到这边，这没问题嘛。你从这边拉的时候会比较好拉一点点，就是有多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扣手，可以拉这个拉链。会稍微好拉那么一点，因为你在上面这边是有提把的，可是你在下面这边的时候呢是没有提把，那至少你在这边是可以有一个扣环去扣住它，所以你要从上面拉链的时候，应该是像这样提着这个提把，然后把这个拉链拉下来，然后从下面就多了这个小勾勾，可以把它拉起来，然后其次它也可以当一个吊环使用，就是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这2个以外，如果你现在比较脏的东西，你想要挂在下面的话也是行的，像是你可能去旅行的时候会有鞋子啊，然后或者是雨衣，那你不想要让它挂在你的背包正前面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吊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可能加上一个 S 挂钩，或者是鞋带绑一绑，你可以把它拎在这里，然后至少让它有一点
就是空间可以挂在下面这样。这是它背包的正面的部分，然后呢，侧面在这边把拉链拉起来。它的背包的侧面呢，也是有蛮多可以讲的。好，背包的侧面这里呢，它是算是它的左侧吧，正面，好，应该算正面的右侧。它这边呢是给你一个手提的提把，所以它是这边是没有水壶带的，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如果你想要左右两边都有水壶带的话，那它这边是没有，它这边是做成提把，为了要符合我刚刚说它是3种模式的包包嘛，所以如果你是公事包的话，你可能会像这样提，所以它这边是给你做提把。然后呢，这个提把也可以比较方便你在飞机，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你可能你要在登机的时候使用登机包的话，你可能会需要把它放在，比如说你的那个头顶的置物箱嘛，那你这样子抓，你看这样就有2个把手可以抓，你就会这样子把它塞进去。所以第一个是它可以侧提，第二个是它你在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呢，多个地方可以施力也比较好用，所以我觉得还行。虽然它变成是少一个水壶架比较可惜。然后在右侧这边呢就是水壶，就是它有一个磁吸式的水壶。什么说磁吸呢？就是它的水壶在这边啊，它是可以这样贴着的。就你如果没有用到水壶带的时候，它不会有一块布这边让那边晃来晃去的，所以它是有一个小小的磁铁在这里面。然后呢，它这个水壶带比较浅，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下面这边，它其实如果你有保特瓶啊，然后你去把它塞进去的话，它可能凸出来。比较瘦长型保特瓶，它凸出来比较多一点，有可能你会觉得比较不安心。那它在这个里面，它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弹力绳，就是这个绳子，就是如果你水壶像这样子，我举例，像是我拿手机，我把它插在这里，它假设还有一点点凸出来的地方嘛，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弹力绳呢拉出来，像这样，然后把这里束紧，就是这样，可以把它拉紧。然后拉紧之后呢，如果你有三脚架啊，可能可以再往更高的地方，然后或是水壶水平比较高的，你可以维持它不要晃动。当然，因为它的整体而言，这个都比较小啦，就是水壶带的空间比较小，所以如果你真的买一个可能1公升的饮料啊，然后或者是冰霸杯啊这种，它是塞不下去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觉得，用到现在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点，因为你在台湾的话呢，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会买手摇杯，然后或是你自己有带环保杯，那这个小的水壶袋是没有办法符合这个需求的。但是，一般正常，如果你去 Seven 啊便利商店那种，你买600公升的水瓶装进去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然后其次呢，这两边就是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它都有这个黑黑的这一个是它内建的压缩袋，所以你行李装满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子把它拉紧。所以整体而言呢，它在左边跟右边的设计上面都是还蛮有巧思的。然后像这样，如果你把两边的压缩带都给它拉紧之后呢，它就可以再变得更扁一点，就是像这样，比平常的形态会再扁一点。如果你这包包你可能是没有想要装太多的东西，或是你就是今天只带了一个电脑，带了一些电源线，然后你不想让它太蓬的话呢，你就可以再稍微把它压紧一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啦。可是这个压缩带呢，它其实有一个坏处，就是它会干扰到这个背包的拉链系统。也就是你看，像我现在往上开嘛，开到这边，然后这边的压缩带如果是压紧的情况下，这个拉链就只能到这边。然后左边的拉链也是一样，因为它左右两边都有压缩带，所以你把它打开之后，你就只能到这边。然后你就是从上面这样子取物。可是如果你想要在压缩带勾着的时候，你去再多开一点，其实是比较难、比较困难的，是可以，就是你要一直这样绕，你要绕2圈，然后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就是会干扰到，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压缩带没有设计的太好的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就是故意让你这样，就是只开这样，你就是快速取物的时候，你就从这边摸一摸就可以把东西拿出来，所以有可能是他自己的设计就是这样。好，然后讲到底下的话，这一面其实就没有太大的特别的点，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底部而已，所以我是觉得它底部应该这边可以再设计一个把手，可以让你，如果你真的是像
头上的行李箱的话，这边可以比较好去拿东西出来，或者是他在这边如果再设计一个可以放水壶的，或是放什么东西的一个小空间，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在背面这边呢，就是它的背带系统，然后跟它的背板，它的背负感呢，我是觉得还行，没有到非常非常的顶级，就是还可以。第一个是它的这个肩带啊，其实还算厚，就你可以感觉到它是泡棉是还蛮足的，所以它的肩带还算厚。那缺点比较一般的感觉就是它的这个背板，它是没有做任何的通风的设计，它就是一块板子，你可以看。没有，它就是一个 no pad 板子，然后这些是袋子嘛，所以它没有做那种泡棉啊，然后或者是那种可能是一些通风的设计在这边。那也是为了要符合它很多种形态的取舍，就是如果你是公事包形态，你这样的话，你背面看起来比较不突兀，但是牺牲掉就是你在后背包模式的这个舒适性。然后刚刚讲嘛，它可以变成公事包模式，所以它其实这一个。就是两边的背带，它是可以把它收起来的，就这样。当你把它解开来之后呢，你是可以把它插到这一个背包的这个背板里面，像这样。然后这两边会剩下2个小小的扣环，都可以塞进去，这样。所以。全部塞进去之后呢，它就是比较会像是一个公事包了，不会有一个有没有2个肩带，然后拉拉拉拉拉，然后你可以用这边的提把这样提着它，有没有？这样就是一个公事包模式，没有到很像，但是可以用。然后这个模式也有一个比较常使用到的使用情景，就是如果你刚刚讲的出国出差的时候，你在把这东西你放在脚下的。飞机脚下的置物空间的时候，就是座椅下面的那一个前置的置物空间，这个模式是放得下的，然后也不会有2个背带在我这边晃来晃去，就是可能去勾到旁边的包包啊，或是勾到其他的人啊，然后是这个背带可能拉在地板上，然后可能会去绊到空服员这种状况都不会有，它就可以很漂亮的收在这个里面，这一点是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其次是你把这个2个背带收进去之后啊，然后你把这个正面朝下嘛，你可以这样子。推进去，那你的背部就是不会弄在地板上，所以你不会说你前面可能脚踩过，然后你又把你的背板，然后放在那个你前面踩过的那个地板，然后你要背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背包就会变得有点脏脏的，这样我比较不喜欢。但是你可以整个收起来，然后反过来这样子塞进去，就不会弄到你的所有的背负的系统。然后或者说你不 care 的话呢，你也可以这样子正着放，正着放的话，你就可以比较快拿到你背包里面的东西嘛。不过我自己个人是喜欢把背包的这一面就是比较耐磨啊、耐脏的这一面去塞到地板下，所以它整个收起来之后，背包其实是还蛮利落的，就是它没有太多就是跑出来的东西。你看看，就是没有那个肩带，然后或是一些奇怪的绳子，这些东西是全部都可以收起来的。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它设计的还蛮好的地方啊。好，那刚刚讲完背板，那再讲一下它的肩带的部分。肩带啊，它这里其实设计的我觉得有一点过头了。那它肩带刚刚讲嘛，它的这个叫什么软垫的部分是还蛮厚的，但是它在上面它这边有设计了这个，第一个是这边可以让你挂一些额外的装备，譬如说你可能有其他的小包啊、太阳眼镜啊，都可以勾在这个就是肩带上面的小圈圈上面，然后在这边是还有一个。拉链，这个拉链打开来，这里面可以塞一些就是钱啊、信用卡啊，或者是小东西啦。你可以把小东西塞在这个背带里面。但我自己是不太会用到这个功能。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塞在这个肩带的这个里面之后啊，那你在背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你是信用卡之类，第一个我担心信用卡可能会被这个肩带折断。那其次呢，就是如果你是硬币什么，你也会感觉到这个肩带里面有一些东西在。跑就是会有一种硬硬的东西卡在这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在肩带里面塞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但可能有些人有需求，所以它在肩带的2边都是有做这个设计的，所以左边右边都有一个拉链，有一些背包只有一个，但是它是2边是对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也还是有一个拉链在这的。那再来呢，下面一点这边就是一个胸带，就是一样你可以把
两边扣起来，然后扣起来之后呢，它就是有一个胸带的系统。然后如果你完全不想要胸带，你也可以把这个胸带整个拆下来，就是它这边是可调节的，就是你可以依照你的胸腔的位置，然后去看说你真的到底要拉上面一点还是下面一点。那你完全不想要的时候，你可以把整个从上面拔下来，所以它就可以完全拆下来，你就不会有一个像是这一条落在这边，因为它这边的是主线嘛，所以就变成说你如果没有把它拆掉的话，这边会落一个在这边。然后你平常在背，你可能只是想快速背一下，然后还是会有一条线，就是一直在这边，这样背给大家看。像这样有没有？如果你是平常在背的时候，有没有？这就会有一条线，然后一直在这边晃。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状况有点烦。然后我们之后讲到 P Design 的时候，会有一个我在介绍它的这个胸带，它的设计就好很多，就是它可以把这个地方完全收在肩带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快速使用的方法，这个我们之后 P Design 再来讲。然后再来到下面这个线的部分啊，那这边可以看，就是它的肩带的下摆的这条线，然后它这边都有做这个小小的圈圈，是可以把就是你其他下面多余的这个调节线给收起来的。然后这点是我也是蛮喜欢的，因为有些背包如果你没有这个可以收的话，那你调比较紧，像这样，你把它调紧之后嘛，那这边就会拉一条，就是这样晃在那边。然后你这条晃在那边就觉得很阿杂，就它会这样晃晃晃。可是如果是这个背包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收紧。你看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一条，它就只会有这个小小短短的地方在晃，就不会有那么多一条里面水来水去的。所以，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个肩带系统是合格，但是以肩带最主要的功能背负来说，就是还行，没有到说超级舒服，那也没有说很不舒服会怎么样。10分里面的话，我会给大家7分吧，就是还行还可以。然后花俏的功能有点多，但是我觉得是不需要的。然后在上面这边它是有一个实际上的挂钩区域，这边这个小啾啾。小圈圈，你可以把你的 S 挂钩啊之类的，可以挂在这，因为它上面这边是一个把手嘛，这个把手蛮厚实的，你要挂这个把手也可以啦，只是这个把手因为它真的蛮厚的，可能有一些 S 挂钩比较小，你可能会勾不住它，所以它在这边是有额外设计一个给你挂钩挂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它用的尼龙感觉也是蛮结实的，就是是一个蛮硬的一个圈圈，所以我觉得耐用度上应该是不用太担心，整个背包装满挂着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至少我自己使用上是这样了。好，讲完了这整个外面的地方啊，我们就来看背包里面。那我们就一样一层一层来讲。那我先把它的这些旁边的压缩带先全部解开，这样避免等一下我们影响到打开来的状况。全部解开之后呢，这边有一个拉链，有没有？这边是有一个扩张的拉链，它这个拉链是可以绕背包一圈的，就是当你这样拉，全部绕一圈之后呢，有没有？这里就会多出一层，可以看得出来吗？这一层是扩张的，然后在拉链它原本是这样压缩在那个拉链里面，这样嘛，原本大小是这样，然后那个拉链拉开之后可以这样直接拉出一层，然后这样你就会有2层完整的空间可以去装你的行李，然后这个扩张出来的地方就是装在这，就是这个前方的快取区域就会变得更大，你就可以装你的衣服啊，甚至外套啊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是放在前方的。好，那我们就以这个大小来跟大家介绍。首先呢，刚刚讲嘛，在前面这个是直立式的这个拉链，直立的快取拉链。这个拉链呢有好有坏，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它可以很快速的把你的这个舱打开。那比你就是你只要拉这个横向拉链的话，是第一个它可以很快的打开，完全打开，就是你从里面的每一寸你都看得到，有没有？你看这样一开，然后一拉，你马上你的整个背包的这个仓位有什么东西，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了。缺点是什么？就是它全部都打开了。那你平常在用的时候，你可能东西会掉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看这样，假设这是我的外套嘛，我外套我假设塞在这边，可以很快的把它塞进去，没有问题。然后有没有马上就可以这样子一拉，炸拉起来，装进去了。但是呢，缺点就刚刚讲的，我一拉这个包包这个外套就有机会可能会这样掉出来。
尤其是如果你装的是水瓶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它这个一打开，你就会担心它会是不是会掉出来。所以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就看大家的取舍。就是好处快速跟大家讲，然后再来其次呢，如果你要装这一层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要装在这个快取的时候，除了我刚刚讲的，你可能水瓶之类的，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有没有？直接塞进去，外套可以直接这样塞进去。那如果你是在旅行出发前，然后你要装行李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会比较多的那种整理包嘛，什么洗漱包啊，然后你的衣物包啊，很多小包包，很多小方块，你要装的时候，这一层呢，它就变成只能这样子横着装，就是你要这样子把它躺平着，然后这样塞进去装满。当然，它为了应对这个状况，等一下它还有一个特殊设计，我们等一下讲到。那如果是一般的直立式的包包的话，就还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装比较整齐的东西，你一个一个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这样直着塞。你一般的包包你可以这样直着塞嘛，像这个后面这一层。你一个方块装进去，你下一个方块可以再叠上去，下一个方块再叠上去。可是因为它是直立全开式的，你要叠东西的时候是不好叠的，它就是你叠在下面的时候，除非你一边叠，然后一边慢慢把这个拉链拉起来。但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做，就是除非你这样做啊。那正常情况下，你想要所有东西叠满，再把东西这样一次全部拉起来的这个处理会比较困难一点，是这种直立式拉链的缺点。那好处呢，就是这个。有没有真的很大，然后装起来装东西很爽很快。然后如果你没有用到这么多空间的话，你可以预留一个很大的这个购物空间。像是我之前去冲绳的时候，我可能这里面是装满的，然后你临时去购物中心啊，或是你要买什么东西，你可以直接扩展出这么大一个空间，然后所有的东西，然后包含购物袋什么，就是全部塞着，然后就这样拉起来，非常的完美。好，那我们就讲完了快取啊，再补充一点，快取这边里面有2个小口袋，这里有一个小口袋，有没有？这里是有拉链的。那这个小口袋是用来装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那一个，这个就是行动电源或是你的耳机 MP3，可以放在这个小口袋里面，然后就不会跟主仓就是这个快取仓里面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然后这里假设装一个行动电源，那你的电源线就可以从这边串出来。然后这样你就可以从这边绕到前面去充你的手机，所以这边有一个小口袋，然后它为了对称吧，这边也有做另外一个小口袋。那这个小口袋这边就没有，因为它这边是平面，没有特别做一个洞，所以这个小口袋就只是让你放一些想要隔离出来的小东西，像我平常可能就放个什么面纸啊、湿纸巾，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避免跟其他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这边我就会保持它是空的，或是拿来放外套或是水。好，进到我们的主空间，有没有？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是像这样，它是一个行李箱式的包包，所以你在整理你的东西的时候是很方便的。所以你可以像是这样，有没有？然后你就把你的东西摊在地板上，然后你要打包什么东西，你就可以都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把它塞进去。然后就像行李箱一样，就是把这边装好之后呢，哎呀，东西要掉了。东西装好之后呢，它下面这边有一个网子，就是平常它可以收在最底下这里，它这里有个小口袋，你这个小口袋打开来，这里呢可以拉出一个这个黑色的网布，然后这个黑色的网布是干嘛的呢？就是你可以把整个包包像这样关起来。像这样有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行李，或是你不用装那么多的衣物包，你就直接把你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什么挖膏，然后就是你要换洗的东西，你平常不会马上用到的东西，全部塞在这一层里面。然后你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要在旅馆里面，然后或是你在饭店里面呢才会用到的东西，就是衣服、裤子、盥洗包，然后全部塞好之后，然后就这样拉起来，我就是有没有非常的干净，很完美，它不会掉出来。然后你要拿你其他的快取的东西就装在这一层里面，然后东西不会混在一起，然后你有一些比较私密的衣物什么的也不会被别人看到，因为它是黑色的，虽然它是有点透的但是你不会就是一打开你的包包，然后所有东西都摊开在别人眼前，至少还是有个遮挡的，然后有一点隔层，所以这个设计我还蛮喜欢的。然后你想要把它当一般的日行包使用，你不想要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也没问题，就是你可以这样子把它塞回这个小口袋里面。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你看你平常在使用有没有？你没有出国旅行，或者是你不是把它当旅行包的时候，你当然是一个日用包。那你平常就是上面的这个开口开，可能就是开这样子，然后你还是可以从这边直接进到你的主舱位。所以有没有？它从这边去拿东西的时候，你也不会干扰到。所以它这个设计呢，我觉得也是我买的理由啊，是很棒的。就是你在旅行也可以用，你平常日用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然后在左侧这一边，它就还有2个大口袋，就是跟一般的那种我们的20寸的行李箱啊、登机箱是差不多的设计。就是说，这边上面可能是有没有一个网布状的材质，然后它下面这边是一个不透明的材质，所以刚刚讲嘛，你这边如果隔起来的话，这边就可以放一些比较快取的东西，像是以我来说，这边可能就会放一些充电器啊、行动电源啊这种你可能随时需要拿到的东西，甚至是说你的钱包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护照啊，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上面。如果你不想要把它塞在其他这种很明显就是拿来藏护照的地方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然后下面这边呢，因为它是不透光的嘛，所以你可能可以放一些比较私密的，譬如说你的刮胡刀啊，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药物啊、药品啊这种，你可能就可以把它放在下面。如果你不想给别人看到的话，然后在主舱的这个里面呢，它用的这种材质，就是你可以大家听一下，它是一个蛮耐磨的那种布料的材质，然后它后面有一点软软的这种就是软垫的感觉，所以你的东西放在里面的时候是还蛮有保护的，就是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廉价的那种很软的布料，不会，就是它的保护啊什么都做得蛮好，然后每一边它的布都是实际上呢，你可以看得到它都是有做一点点软垫在里面的，所以你的东西在里面都是保护的蛮好的。当然缺点就是整体而言这个包的重量是不算轻的，我记得它应该有到1.6公斤左右，就是整颗包的重量，所以如果你很 care 背包的重量的话，这一些多余的这种软垫啊、设计啊，都是会占重量的。那它可能就不是那种很轻的日用包，但是我觉得以多功能的包来说的话，是还可以接受，还蛮赞的。好，那我们再往后面讲到第3个层，就是它的3C 层或者是文件层。那我们把这里第2层的东西关起来。好，第3层，那这一层的话呢，就是它的3C 笔电层。然后我觉得第一个有一个比较怪的地方，或是我一个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一层啊，它的拉链是从这一边，就是头，就从头只能拉开两个角，就是你可以拉这一边跟这一边，可以这样拉开，所以它是这样开，然后你没有办法把它全开，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要设计成是这边也可以拉到底，然后它变成是一个这样开的感觉，但是没有，它这边就是一个斜斜的，你只能开这样，我觉得这样是没有很好拿啦。然后平常我在拿笔电的时候也不太顺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笔电层在这边是这样，它是要从这个地方出来，就是从这个长边出来的，所以你要拿电脑的时候，你是要这样子，嘿，这样抽出来的。这样有个坏处就是你是公事包模式的时候没问题，你从这边把笔电这样拿出来，什么都是很顺手的嘛。可是你在后背包模式的时候，你从这一边下去，你是没有办法去掏到你的笔电，你一定要全开到这个角度，然后这样子把它拉开，然后再从这边把你的笔电拿出来。所以整体而言，它的设计是蛮怪的，因为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是后背包模式，最少用的可能是侧背包，所以这样子拿它的顺手度，我觉得是还可以再更好的啦。然后打开这边呢，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笔电层嘛，所以刚刚讲它的笔电是朝这一边比较长边的地方去做开口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缺点。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笔电的下面是有做一个保护的，所以你的笔电啊，你从这边装进去之后呢，它是不会直接去撞地板的，就是你这样子。在这边是有一个圆圆的圆柱的器的那种保护材料，所以你这样丢背包的话，你的笔电它会停在这，它不会直接撞到地板。然后你用这一边下去的时候，它在这边虽然它是没有另外做保护材料，但是它的织法上面是有先梳紧，就是先把它
比较难以形容，就是它没有做到最底去啊，所以它的整个包包的袋子是稍微有缩进来一点，所以你从这边放进去的时候也是不会去马上撞到底，就是你的笔电不会直接去碰到地板上，或是碰到一些比较硬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做的还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它在笔电层它有做2层，第一层是放一般的你的笔电嘛，在这一层，然后其次呢，在这边呢是可以放 iPad 啊之类的。那我自己是没有 iPad 啊，只是看起来这个大小，我觉得可能 iPad mini 还可以 ，iPad Air 可能10寸吧，我觉得就极限了。所以它的这一个 iPad 层这边，我觉得是做稍微有一点小。然后它的这个布啊，它在这边是用的是感觉像是潜水布的材质，所以有一点软软的。那保护的部分我觉得是还行啦，就是它在后面你靠背的地方这边呢，是还有额外在做就是软垫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不用太担心。然后前面这边是顶着你的行李嘛，那你不要放太多坚硬物品去顶到你的笔电，应该都还好。然后在靠近行李的这一侧呢，它有做蛮多的这种小收纳袋的，就是它有缝一个类似，有没有？摸出一个 AirTag， 就是本来类似那种一般的，可能像是线材整理包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这边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东西的话，可能就是这一些，你可能这边放一个 Type C， 这边再放一个充电头之类的，就这边大概就可以整理完所有的东西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口袋，也可以拿这个来放 iPad 啊。如果这个拿来放 iPad， 可能可以放个10寸，应该不是问题。所以这边有一个整理包，然后中间这边呢，我会比较习惯我自己出差的时候，我这边会放文件，就是如果你有 L 夹什么，我会把 L 夹的或是那种薄的笔记本啊，我都会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我出差，我只要打开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拿出我的笔电，拿我的行动电源，拿我的充电头，然后加上一些文件资料，全部都塞在这边，所以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整理的地方。然后在上面这边还有一个笔袋的空间。就是这里，其实这里是理论上来说设计还是给你装笔的，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笔啊什么都装在这边。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口袋，这里，然后这里是会吃到它的就是主仓位的容量的，所以这边的话呢，我自己是比较习惯会再放一副备用的眼镜，所以这边就是比较不太会打开。那你也可以拿来这边藏一些重要的护照啦，就是你把护照什么的放在这里，那一般人可能也不知道你这边有一个口袋什么的，所以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发现。比起这个就比较像是快取的地方，就是这个后板它原本用来放护照，这就是你护照可能是你过海关的之前，就是先放在这，然后你给海关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再放回这边。然后如果你要接下来不会用到的接着你可能出海关不会再用到护照了，那你就把护照就可以藏回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整个拉起来之后呢，你的重要的东西就全部都在这个夹层里面了。所以它在这个锁头上是有做一个扣环的，大家看一下，这边呢是有做一个扣环，所以这个扣环是可以让你再加上一个就是小锁头，让你把重要的东西锁在这个地方，就是防君子啦。那整体而言呢，大概就是这样。以包包来说，我是还蛮喜欢的。来看一下我有什么没讲到的，应该差不多。好，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包包的尺寸。那尺寸的部分的话呢，它的长宽高是46.5公分，30公分加上15公分，所以一般的飞机的托运行李，托运行李就不用说了，就是手提行李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它在这个压缩的模式之下，就是最压缩的情况之下，是连那个飞机，以乐桃来说啊，乐桃的椅子是塞得下，这个我确定，就是你可以这样，然后把它塞在那个乐桃的椅子底下，然后当成是你的手提行李，然后重量的话，就刚刚讲的，大概是3.5磅，1.6公斤左右，然后容量的话是24公升，哦，不是25公升，是24公升到35到34公升，所以是一个很适合你去做3天2夜旅行，然后或是你当公事包，然后出差包的一个背包。然后缺点的话呢，就刚讲了那一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呢你把它拿来当
一个侧背包，或是你想拿来当电脑包使用啊，它这边有两边各有一个扣环在这里，你把东西扣上去，这样呢，背带就上去了，有没有？这样可以当成一个侧背的电脑包，但是这个形态我是觉得有一点不是很实用。那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平常使用状况下，你这个背法一定是不能背很久的，因为它的容量很大嘛，跟一般的那种电脑包比起来，它除了电脑以外可以装很多东西，除非你真的拿来当电脑包了。那你装很多东西的情况之下，你要把它背一边的肩膀去支撑它的重量是有一点困难，有点重。这个模式我觉得最好用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你这样子扣着背带，然后如果你是使用交通工具旅行，就举个例子，你可能是骑摩托车，或者是你是自驾，你是开车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模式就还蛮实用，就是你可以稍微背着，有没有？然后你可能下行李，然后你就是这样背着，然后你就可以去饭店 check in 啊，然后你要回车上的时候，你就是一边肩抬着，然后你可能这边右边你再稍微拖着一个可能是行李箱，然后加上它这边也有一个就是可以让你穿行李箱拉杆的这个设计嘛，所以如果只有一个肩带的话，你这边稍微塞一下，有没有这样子？这样稍微塞一下，它也不会有一个这样子拉来拉去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很快的把它塞在行李箱上，然后呢，你下来的时候就是这边拉一下，然后就可以这样子背着走。那不太适合是你要长时间背啊，所以这个模式我自己是比较少用，因为我比较出去旅行的时候比较少自驾或者是骑摩托车之类的。但是呢，就是你要再多带一个背带是比较麻烦一点的，而且其实说实在啊，如果你真的是后背包，你背一个肩膀，其实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拉一个肩膀出来背一个肩膀是一样的。那整体而言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自己比较不满意的点啦，就是第一个它的这个背带背负系统呢，就是6、7分还行，没有到很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水壶有点小。以台湾的使用情况来说的话，保特瓶1瓶而已。那你要再带雨伞啊，然后再带一些，你可能2个人出去，2个人要把饮料插在这个杯上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所以算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点。然后再其次就是它的刚讲嘛，它的设计的概念就是日用包，然后加上短时间旅行的背包，所以如果你要去比较长期的旅行，那它的容量会有点不够。就是你可能要再多晒几天的衣服的时候，它就很明显的会有点捉襟见肘，但是它没办法，就是超出它的设计范围嘛。你不可能要一个包包很小，然后就要它可以装很多东西嘛，又不是百宝袋，对不对？所以整体还有就是这个压缩带的部分呢，有点卡，就是虽然可以很好的去压缩，没错，但是变成你平常像我。没有带那么多东西出门的时候呢，我又觉得这个压缩带稍微有点多余，就是你开关这个背包，你都需要经过这个压缩带，稍微有一点麻烦的啦。好，那大致上就是这样，算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使用心得。然后这个包包整体我还是算是蛮满意的啦，就是以平常使用来说，然后我大概会给它7分，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包包，这样 ，nice。